OK。What the fuck？ 等一下。有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 SRC 的新鸿玩具的总公司，今天又来做一次突击系列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去里面参观他们家的公司吧。Let's go！ 哇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 SRC 里面的总部，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会议室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吧。Let's go！ 你好，夏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 SRC。大家好，我是 Charlie， 我是 SRC 的 PM。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公司。那我们先从我们会议室展示间开始，先稍微参观一下 SRC 的产品。老板给我们一个指示，就是说 SRC 的枪，我们是做电枪起家的，但是我们的枪希望都可以做到3系统。我们除电枪以外，我们要做 GBB， 然后也要做 CO2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枪的种类就是同一款枪型的枪可以涵盖这3个动力范围。对，所以像 G36的话，我们一开始很多年前就有电枪了，但是现在我们也做了瓦斯枪。那瓦斯枪同时推出CO2的弹夹。我们的 MP5 在电枪做钢制冲压枪身，应该是市面上我们在好多年前第一把做出来的 MP5 的冲压枪身，然后10枪踩寸。在做电枪很多年以后，我们也是做出了 CO2 的版本。所以现在MP5 它的局限的话是它只能做到 CO2， 没办法做到瓦斯，这比较可惜。我们手枪系列的话也是一样，我们把它叫做3系统好了。3系。对，大部分的手枪，包括我们的92系列、High Cup 系列，还有1911系列，都是我们所谓3系统，就是它从瓦斯，然后 CO2， 还有另外一个系统是4.5的 Air Gun。对，所以就是基本上它的外形都是一样的，采用同样的一个模组，然后只是内构稍微调整，让它可以横跨这3个不同的范围这样子。近期推出的比较多的手枪还是以 High Cup 为主。High Cup。对，我们也推出它后来有这个枪口抑制器的版本的，还有可以装内红点的这个瞄具模组的上枪身，然后整个内构重新设计这样子。这个系统也是从 Airsoft 到 Airgun 都是可以转换。各位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 SRC 的总部，然后今天的话，他们 Charlie 要介绍我们这些新款的枪支，以及跟周边的这些很炫的枪。哇哦！就是刚刚我们有聊到说，我们 High Cup 一直想办法多推出一些更吸引的款式。所以我们也做了比较大胆的设计，这种镂空握把的设计。这种镂空的握把以前一直有一个算是我们玩 CO2 枪的致命伤，就是说弹夹插上去以后，侧面会看到 CO2 钢瓶。对，然后这个我们一直觉得不太满意，所以我们重新开了一个新的弹夹。它是 CO2 钢瓶，它从后面装上去的，所以以前的 CO2 钢瓶的弹夹插上去以后，会从这个镂空的握把上面看到钢瓶。所以我们这样子设计以后，它钢瓶开口朝后，它就可以被挡住，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漂亮很多。对，我们新推出的这些 High Cup， 因为下枪身和火花套都重开了，所以我们让它的气密性又在往上发展到另外一个程度。你可以试看看我们这个 CO2 的 High Cup， 可以开打一下。哇哦！哇，这后坐力好大，又那怎么讲？就比一般的那种 CO2 还要大。对。就是我们希望说，在玩具枪的同时，我们尽量把这个后坐力能够做得再更仿真一点。所以不管是音爆声，还是那个整个后坐力的回馈感，我们都一直在设计上面就特别加强它。那我再试打几枪，没问题。好爽！Oh my god！ 大家知道我们 Beretta 这把枪算是经典款的枪之一，然后它比较说经典款，其实它年代比较久一点啦，跟92经典中经典。对，那我们在想说，这把经典枪我们能够赋予给它什么新的玩意？最近那种 Optic Ready 的这个红点可以直接上的这个系统，
越来越流行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再重新设计一下滑套，然后帮它设计一个转接板，这个盖板直接上去以后，就可以直接装上内容点。以前玩具枪如果要做到这样子的这个花纹的话，我们通常是做塑胶射出喷印，把这个花纹用喷的方式上去，摩擦力比较大的这个握感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完全用真枪的材料、真枪的制成去做出我们92的火把片。你可以上一下CO2的弹夹，我们的92当然也是CO2跟瓦斯是双系统的，但是装上了那个内红点以后，我们会推荐用 CO2，可以给它比较好的动力。可是这样装起来也是跟其他N9比起来，其实你们家的是轻一点点。这有瓦斯吗 ？No。No。好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没锁好。我螺丝没锁好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我们F比较特别一点是，它的上下枪身都是做锻造的。锻造。对。我们把这个原料放在旁边，就是它是用整块的纯铝，然后去很高压的去把它堆积压制成这个大概的外形，然后再一刀一刀的用 CNC 把它洗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，所以它里面原本都是实心的，整个枪身上下枪身都是从这样子的大块的金属去洗出来的，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锻造的强度。比较可以提供给我们想要的那个 CO2 后坐力耐用度，因为我们的枪机是钢制的，那钢制的枪机才可以提供我们想要的那个后坐力那个 kick，那个回馈感。那一样都是 CO2 跟瓦斯的双系统，瓦斯打起来当然就是中规中矩，因为毕竟瓦斯的动力要去推动钢制的枪机来讲的话，我们只能让它达到一个标准的程度，但 CO2 的话，才可以让这把枪它的灵魂真正的燃烧起来。我觉得你可以先试看看我们瓦斯 ，OK。大家现在看我们的 CO2， 我们现在是双钢瓶的设计，双钢瓶，来，哇 ，OK。What the fuck？ 等一下。不是，刚刚一开连发的时候，那个差点抓不住了。对，好扯哦，这就是双的那种双钢瓶。对，我们特地让它调整成你打它的时候，至少就是跟真枪的像9mm的后坐力啊什么的，能够很接近它真枪后坐力。哇，对，终于现在知道说我们为什么钢制的枪机，要配上我们这个锻造的枪身，就是因为要承受得住我们这个后坐力。了解，这好正哦，好扯。因为以往的弹夹都是一支钢瓶而已。对。但你们这开2个钢瓶，直接差点。另外，我看你们访纲里面有说有一些像这些独家讯息。对，那独家讯息的话，我们就移到这边来。OK。那 Ghost 知道我们有做 Glock， 然后我们在今年推出的是 Glock 17。我们原本紧接要推出 Glock 19的，但是有一点延迟到，但是现在即将要推出了，Glock 19。对，
然后跟我们的 Glock 17一样，都是双系统，也都会在枪上面附上4片转接板。我们的 Glock 它转接板和这个转接的系统跟真枪非常像，像到的话就是真品这转接板是可以直上我们的武器枪的，玩具枪的转接板不能用在真品上面。我们有特地做这样子防逆转的这样子的一个配置，原厂会怕说有消费者拿玩具枪的板子装在真枪上面，这样是不行的。对，所以 Glock 19也即将要推出了。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没有宣布过的消息就是。Glock 17，我们做了钢制的滑套。哦，钢制。对，因为我们在追求仿真度上面的时候，我们的 Glock 它的那个飞机的系统，我们是这样的空间让出比较多，给这个它的 MOS 系统的。虽然气化效果很好，然后气体效率也很好，但是我们相对牺牲了一点后坐力。我们觉得如果要达到后坐力，然后再给消费者更多一个选择的话，我们是出了钢制的版本。可以先打看看我们这个打 G19 的铝合金滑套版本好了。OK， 可以打看看，这是 CO2 的。其实它的后坐力没有很大。就你刚才说那个东西，那你可以来试看看我们的钢制滑套版本。我们预计出的时候，滑套跟枪管都会是做钢制的。对，现在这只是样品，枪管还不是钢制的。枪管是钢制。对，然后现在是滑套是钢制的。那你们这个预计什么时候会上映 ？G19 的话，大概是11月、12月的时候会出。11月、12月。对，然后钢制滑套的话是明年年初。未来的话，售价大概落在多少？这个我猜测 G19 应该跟 G17 差不多，然后钢制滑套的话。我们老板是说他会推出一个很震撼市场的价钱，但是我还不知道是多少，还不能讲。对，就是可以请各位观众敬请期待。没错。各位，现在的话，我们旁边就是我们的 SRC 的老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然后这一次的话，我想要访问就是你们这个 SRC 已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创立 ？SRC 是从1993年它就创立了，可是我们早期是在做玩具的批发。那后来是在1998年左右吧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大陆的玩具都开放，整个就倒进来台湾，所以那时候玩具就不好做，所以我们后来就转型，全部就是以玩具枪为主。那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代理，就是像国外的品牌啦，就是日本的品牌，还有台湾的一些品牌。那我们到了差不多2000年左右，我们就自创一个 SRC 的品牌。SRC 的品牌是由新农玩具有限公司，它翻成英文所组合起来的。Star Rainbow，所组成起来。后来我们就超过2000年左右开始以 SRC 的品牌，上市 Airsoft 的这一块。它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以电浆为主的。那后来就是差不多将近这10年之内，我们慢慢开始转型，就是我们生产蛮多的，像 Airsoft 的这一块，Air 杠这一块，可能我们台湾国内有些对 Air 杠这一块还是不是很熟悉的。对。那我们一般 Air 杠这一块来讲的时候，我们都是针对外销。外销。那国外比较盛行的。对，有些国家它 Air 杠是合法的，可是 Airsoft 的是不合法的。这我知道。有些国家是这样子。我懂。一般我们就是针对国外的市场，其实我们延伸的产品蛮多的，所以目前为止，如果以周边的延伸的那个产品线来讲，可能目前台湾的工厂没有一家可能做的比 SRC 的周边产品来多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目前的话，枪最热销的是哪一把？我们目前为止，我们最热销的就是 High Cup 系列、Glock 系列，还有 M9 系列。我们的枪一般来讲，我们都延伸做3个系统。什么叫做3个系统？我们在内销这一块，我们一般会跟国内这边说2个系统。
可是我们在跟国外我们会做3个系统，为什么？第3个系统就是 AL 杠这一个系统，这是打4.5 mm 的。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枪款大部分都是只要换弹夹，你就可以打瓦斯、打 CO2。那再来就是换里面的某些内构以后，我们就会转换成打4.5 mm 的 AL 杠。我们的弹夹 CO2 钢瓶，对，你把它残留在弹夹里面，你就放个1天、2天、3天，甚至放更久也。我们所有的气体在里面，第一个不会漏气，第二个它的整个效能都一模一样。对，市面上有很多 CO2， 只要钢瓶放进去几个小时以后，你再拿出来打的时候，可能它的出速会一直降，因为它里面的零件会一直缩，一直缩。可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零件是不会缩水的。我们的枪现在怎么打，后面的出速就是怎么打。再来，我们现在 AL 杠这一块也有做4.5 mm 的那个电动枪。电动枪目前为止全世界是我们第一把上市的。我们在市面上已经卖了将近差不多有3-4年了。可是这把枪在台湾买不到。因为在台湾有比较敏感，也不是法令的问题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纯粹都是卖外销，对，太多民众，对，你懂的，我大家都懂，像目前为止，Clark 的系列，我们目前为止在市面上，我们也是做3个系统，可是，在台湾的市面上只会看到2个系统而已，那第3个系统只会在欧美那边贩售而已。那你们的 SRC 公司有跟其他品牌合作，或是什么大品牌那些？从 SRC 成立以后开始，大概有8-9成都是做 OEM 比较多。比如说我们也有做水弹枪啊、气弹枪啊，可是这些我们市面上你不会看到任何一把 SRC 的枪在市面上卖，因为这全部都帮客人做 OEM。就是代工力。对。那你们的未来发展的话，会怎么走向呢？我们未来发展，我们还是会持续在这3个系统上面，就是延伸新的产品，把整个品质护得更好。因为我们现在所出口的枪，在市面上的枪，我们都做过万发测试。就是我们每把枪一定用 CO2 去测试，有超过1万发，零件都没有坏掉，我们才会正式上市。如果在这个中间，如果遇到任何的什么问题，我们会一直在修改。一直修改，一直修到就是能达到万发测试。目前我们很多地方来讲，就是说像日本市场，日本市场是我们 SRC 第一家把 CO2 的枪推进去日本市场。那日本市场它有法令的问题，就是出速的问题。对。那我们 SRC 有办法把出速设定在日本的法规以内，全部就这样子进去。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人在跟着我们 SRC 把 CO2 的枪进到日本市场去，可是他们的稳定性还是不够因为我们进去的出速很稳定，在日本贩售。那你们之后想要再出什么枪？有考虑？后面敬请期待，因为我们明年应该还会有蛮多把新的枪。Clark 系列我们会继续延伸，目前看到的 High Cup 系列也会继续延伸，别种品牌的枪，我们在明年会陆陆续续会上市。那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他们的官网来去关注他们的最新的消息。那我这边的话，老板，送你一个东西，就是我的 Ghost 的徽章。OK， 谢谢。晚上你拿灯去照，会有夜光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影片就告一段落，也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我们的话，请帮他在订阅加分享。我是Ghost，他是林老板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这个一把枪大概要800万，800万的玩具。那几只才会回本？几只才会回本？几只才会回本？要看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你问这个问题太好了